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udy， 在美国生活超过了40年，有8张的专业执照。那我做这个频道呢，是希望华人在美国少走弯路，享受生活，安心退休，圆满传承。每次信用卡账单来的时候，就是我每个月要自我反省的时刻了。因为有时候有些账单我认为是可以避免的，但回头想想，在美国这么几十年呢，有一些花钱的习惯，不管是自己的习惯，或者是家人朋友的习惯，我觉得都是造成自己没有办法多存钱，或者是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财务自由的原因。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我要聊聊8个让你越过越穷的习惯。第一个习惯就是很爱跟别人比。我有个朋友啊，很爱攀比，看到别人有什么他都要买，别人买一双漂亮的鞋他要买3双，别人买漂亮的衣服他也要去买一模一样的。总之呢，他的家人或朋友买了新的东西，或者是他又看上了别人拥有的东西，他一定要凑热闹去买，完全不考虑自己的经济情况，或者是说有没有这个需求。总之呢，一阵瞎买之后呢，发现20年下来啊，退休金没有存多少，反而是家里囤积了一大堆没有用的或是重复的东西。这种很爱攀比的习惯，其实自己活得很累之外也很傻，因为把钱浪费在这些不需要的东西上面，那等到真正需要钱的时候才后悔说，当时买的这些昂贵的东西啦、奢侈品啦，或者是不必要的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可以存下来做投资，让钱滚钱，早点的获得财务自由。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我女儿做得很好。她买东西呢，从来就不是因为虚荣心的关系，她买东西是因为她有这个需要，而且她都是买二手的。他从来呢也不喜欢跟人家攀比，他的朋友们有钱的买了豪车，买了名牌包，对于这些女儿从来不 care。 他喜欢旅游，喜欢买植物，在家里种满了各种植物哦。他觉得把钱花在这些生活的体验上面呢，会更值得。下次如果还有这种虚荣心的时候，可以想想，你是宁愿在10块钱的包包里面呢放1000块钱，还是在1000块的包包里面放着10块钱呢？第二个坏习惯就是很容易就相信广告的那一套。我听过有个广告词说，你值得更好的生活。这句话很吸引人哦。我们的确都值得更好的生活，要多爱自己一点。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要花大量的钱让生活更好。我个人觉得呢，自己的生活好与不好呢，其实是一种比较精神层面上的境界。每天沉迷在攀比啊、焦虑啊、没有目的的忙碌，甚至于说心理空虚的这种生活呢，那么靠消费来不断的提升物质生活，并不能真正的把自己的生活品质提高的。那很多这些广告词或者代言人，他其实就是想激发你购买的欲望。我倒不是说要劝大家不要购物，而是说有些东西呢，如果是需要的，甚至于很想要非要不可的话呢，不要因为那些甜蜜的广告词或者是美丽的代言人冲动的购物。购买这些产品之前可以想一想，是不是适合自己，有没有质量也很好的平价代替品。说实在的，我看过身边很多的 lady 她去买了几百块一瓶的保养霜，从来没有因为呢这些人脸上涂了那些东西一下子年轻了20岁，也没有见过任何人平常在没有锻炼情况下穿一些名牌的衣服，他还能够让他们看起来很时尚或者是很苗条。其实生活是可以做到高贵而不贵的。说到这里我想到女儿有一次在网上买一个黑色夹克，那个质料呢还挺好的，她说是在淘宝买的。那后来呢，她又在淘宝呢买了一个这个 Prada 的 logo， 因为女儿的手很巧，她买回来之后就把那个 logo 呢就缝在衣服上面，结果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那是真的 Prada。上千块的东西，女儿花了几十块钱能达到类似的效果，所以你还愿意为那些昂贵的广告费和高收入的代言人买单吗？第3个越过越贫穷的习惯就是先花钱后存钱。我身边有很多年轻人呢，包括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不好的花钱习惯，就是收入进来之后先花费，那有剩余的钱再存，所以一辈子存不到钱。那这几年呢，家人或者是朋友的孩子们呢，都到了结婚的年龄。那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呢，他很节省，婚礼办得很简单隆重。小两口其实很聪明的，他把这个钱呢省下来去买房子，知道怎么样过日子。那反观看了很多年轻人，他花了大笔的钱举办的这个豪华婚礼，结婚后没有钱买房子了，甚至于呢还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其实婚姻生活幸福与否呢，跟婚礼办的奢华或简单是毫无关系的。你知道像这种先花钱后存钱的人，月底通常都剩什么吗？他剩下的是焦虑和账单啊。所以解决这种坏习惯的方法呢，就是你每个月固定把钱放在退休金或者是投资账户里面，每个月定期、定时、定额存款和投资。那你剩下的钱再来决定是否要花在想要买的东西。
那第4个坏习惯就是花的比赚的多。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30年，结婚后一直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头，有2个孩子，薪水很低，但是呢他开销可是很大方的。比如说他会花美金500块钱去买一个名牌的太阳眼镜，他也会常常去买那种小小一片12块钱的蛋糕吃。那今年都60岁了，我问他说你打算还要工作多久呢？他说没有钱退休啊，得一直工作下去。那照他这样的消费方式，就算有钱也存不下去的。他现在过的生活呢，是未来的他在打工养他。有这种花钱习惯的人，其实也是固定的把自己的钱强迫储蓄跟投资，那跟上面的策略是一样的。那这样呢，就可以在自我控制下避免了花的钱比赚的钱多。那接下来这个越过越穷的习惯呢，就是买东西很急。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啦？走进一家店，觉得这东西不错就买了，结果回家一滑手机说怎么别家更便宜呢？那你不是被坑啊，其实你是懒得多想一下，多比较一下。几年前我跟朋友都想换车子，结果朋友呢就直接到他们家附近的 car dealer 去看了。那因为当时对这个 car dealer 里面的 sales 有点不好意思，花了人家的时间嘛，他直接就把车子买回来了。那我呢是比较了3家的 car dealer， 而且呢请他们给我最好的价钱，报价最低的那家呢我就去了那家 test drive， 之后呢再跟他们再 negotiate 一下价钱。最后呢我买的价钱呢比朋友少了好几千块。其实只有错买啊，没有错卖的。那 car dealer 呢他有不同的竞价，而且每个 sales 他愿意让步的空间也不同，只是看消费者他是不是愿意花时间去比较，并且谈下一个合理的价钱。买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货比3家，而且不要冲动，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才能找到了 good deal。那习惯6呢，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买东西啊。有很多人他购物呢是看心情的，跟先生老婆吵架他就会买东西，被老板骂了他也去买东西，下雨天也去买个东西，压力更大更是要去买个东西发泄一下情绪。结果呢就是情绪过啦，买的东西还在，账单也在，但问题没有解决。我认识的一位 lady 呢，她因为怀疑自己先生外遇，心情好不好，所以就上网乱买东西，买了好几万美金的东西呢，她都用不上。结果呢，没有把问题真正的解决，账单来了，她东西也用了，也退不回去了，后悔莫及。婚姻的问题也没有处理好，最后自己还得了忧郁症，家里囤积了一些乱七八糟不需要的东西，你说不忧郁才怪呢。我个人建议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去做一件自己平常很喜欢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个喜剧片啊，你可以找3-5好友出去吃个饭啊，去公园走走，去遛狗等等，甚至于去睡个觉呢，都比乱购物要强得多了。那第7个习惯呢，就是没事啊喜欢乱逛。你本来是要滑滑手机的，结果变成说把这个东西加到购物车，然后就是下单刷卡。现在购物网站啊，它不是卖东西啊，它其实是在设计你怎么失去理智。还有些人呢，他喜欢在外面随便瞎逛，结果逛着逛着就买了一堆东西回来了。其实想想呢，在没有上网或者是出去瞎逛之前呢，家里没有这些东西不也过得挺好的吗？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不要随便上网去看一些最近打折的东西啊，或者是有些购物的网站啊。还有呢，闲暇有空的时候呢，其实在家里做一些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时间完成的事情，比如说园艺啊，收拾家里啊，修东西啊，又比如说陪陪孩子啊，家人等等，甚至于是弹琴、画画、看书呢，都比在网上或在外面瞎逛有意义。把家里打造一个温暖、愿意待得很久的地方，就不会喜欢到外面瞎逛了。那最后一个越过越穷的习惯就是没有计划。那我做事呢，一般都喜欢就是先设计好一方面是怕说如果到时有一些突发状况自己没有办法掌控，当然也是因为说如果没有事先计划好，有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比如说出门旅行啦，忘记带东西，那现场就要花很多钱去买了，或者说临时改了行程，那么又要多花费。那上次呢，我跟儿子去日本玩，结果呢，儿子突然之间他想要去几个他自己想去的地方，后来儿子搭了地铁去，然后因为没有计划好，又加上语言的关系，加上当时停电，地铁呢就停开，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很多钱呢去坐计程车，最后才能回到了旅店。那这些都是因为没有计划而造成的开销，非常可惜也很浪费。现在想一想这8个习惯其实都有几个共同点，对，有情绪用钱，还有模仿别人用钱，看过广告后花费，其实都不是真正需要花的钱，但是你却是最后买单的那一位。
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这些不好的习惯呢，不用一次改8个，其实可以从3件事情开始。第一个就是钱一进来，我们先存起来，不要相信说剩多少存多少。第二个就是说要改变其中2个坏习惯，立刻行动起来，不要要求自己一下改变多年的习惯，那个是不太实际的。那一旦做不到之后，又回到原来的坏习惯，反而更糟糕。第3个呢，就是每次想买东西的时候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是需要还是想要？如果是真的很想要，就给自己2天的时间冷静下来。如果说还是很想要，再回去买。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经过48小时之后我就忘了这件事情了，或者是说自己就没有这么想要了。希望这部影片对于那些花钱没有节制，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钱花到哪里去的朋友有帮助，包括我自己也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犯了这8个坏习惯的错误。谢谢你的观看，请点赞、收藏、开启小铃铛、转发和留言，也非常欢迎观众们呢分享理财方面的好习惯，让我们一起学习好习惯，避免染上越过越穷的坏习惯。我们下个影片见。